我现在已经能下床了。前2天，小五带着马提亚斯出去看房子，老规矩，打了个蹦蹦。司机在路上正常行驶时分神，眼睛盯去了别处，没有注意前方车况，眼看着马上就要撞到前车。蹦蹦车司机猛往右边打方向，想避开前车，结果前车倒是避开了，后方却又有来车，蹦蹦失衡，直接侧翻在了地上。小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灯在空中画弧，小五遇险。蹦蹦侧翻后，小五、租房室友还有马提亚斯都从车里滚了下来。坐在最左边的小五伤得最重，除了右手臂大面积擦伤外，左边肋骨被撞，这一番折腾摔得全身都疼，连贴了几天膏药，今天总算能下床活动活动。做蹦蹦，我还是第一次翻车。和小五一起出去的租房室友心态那叫真的好，遇事不慌，就如网络段子所说那样，爬起来先拍个视频，记录记录这难得的时刻。小五受伤，马提亚斯又着急又担心，也很自责，明明自己的脚也被扭到，却无暇顾及自己，坚持站在车前盯着司机，和他理论。作为3人小分队其中之一的木头头，当时在家看家，没有一起出去，庆幸躲过一劫。这会，木头头看着小五和马提亚斯比，惨笑息了。木头头在很多事上和马提亚斯一比，就能看出他性格特别单纯，特别干净。家里电网被夹，木头头让小五别怕，说有他在，小偷来了他就咔咔去。木头头虽然不会像马提亚斯那样自责、担心，想尽力去补救，骨子里他比较依赖身边值得信任的人，有马提亚斯在，木头头的依赖对象就成了马提亚斯。但说起责任心，木头头可是一点不比马提亚斯差。工资除了自己的必要开销，其他的全部都寄回给了家里。现在儿子出生了，更是节衣缩食，工资都紧着一家人用，而不是像别的非洲人只顾自己死活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在非洲，很多在外上班的男人都是工资一到手就自己拿去吃呀喝的，哪会管老婆孩子。木头头虽然年纪小，但他对家人的那份责任感一直都让小五感动。马提亚斯家里要牛有牛，要羊有羊，还有那么大一片农场，家里的基本生活开销完全不需要他支付，但马提亚斯依然节俭。这些好品质也是3人小分队和谐相处的润滑剂。这次小五受伤，照顾小五的活就被他俩包了下来。要说有多心细，那不可能，两国文化差异这么大，对于照顾病人的理解相差甚远。但在小五卧床这几天，小五到点有饭吃，换下来的衣服有人洗，上个厕所有人扶，出门在外，保镖能做到这份上，已经知足了。小五用最真诚的方式向马提亚斯和木头头表示了感谢。在家躺的这些天，他俩的食物也吃得差不多了。小五给他俩一人5万当地币，外加1万的小奖励，让他俩去采购些食物，买点饮料喝，任何物资都没有给钱来的实际。钱有了，他们想怎么安排都可以。可没2天，木头头家就出事了。木头头家里出事 ，Boss， 借我点钱。木头头媳妇得了疟疾，生病住院，已经去了3天。这病在非洲非常常见，治疗起来虽不难，但很多非洲人却无力支付这笔医疗费用，只能拖着不治。疟疾不仅容易造成脑疟，还加大了致死率。木头头之前已经转过钱，但不够，所以今天才来借的钱。木头头的媳妇在部落是和木头头父母住在一起，现在生病，只能自己待在医院，孩子交给妈妈帮忙照看。疟疾让他完全不能进食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小宝宝这才1个来月。原本他媳妇喂着奶，但这一生病，孩子只能喝家里牛挤的奶，妈妈不在家，孩子不适应，哭闹不止。木头头又远在外地他乡，除了干着急，别的什么也做不了。借多少？4万，就借4万。小五把钱递给木头头后，就陪他一起出去打钱。平日里一出门就笑嘻嘻的木头头，今天愁容满面。木头头现在特别着急，不停地跟家里打电话，询问家里情况，
惯性上次跟他俩回马赛部落，给他俩的媳妇各自买了一部手机。要没手机，现在家里出了事，联系不上，木头头得多着急。听到媳妇说输液后好转了，木头头的面色才缓和下来。在马赛部落是没有借钱一说的，家里有急事需要用钱，只能靠卖牛羊来救急。现在木头头在外上班，每个月工资寄回家后，家里的情况才改善了些。木头头把钱打过去了，等他媳妇输完液就去交费。来自万里以外的中国的支持，木头头借钱给媳妇看病的这条视频被小五发出去后，就有朋友通过赞赏表达了他对木头头的关心。小五打算今天就把赞赏的钱发给他。家里不能离人，马提亚斯得守家。小五带木头头出去吃个非洲早饭。小五打算饭后再送他去银行。推算时间，那会银行应该已经在开门上班。猜木头头是不是把这钱给媳妇寄回去？别看家里只添了儿子这么一个小宝宝，家里开销却突然增加许多。媳妇得吃好点，又要养身体，又要喂孩子，营养差了，媳妇人要遭罪。孩子又是要穿，又是要用，哪都需要花钱。早上6点，非洲的天已经大亮。昨晚木头头值班，这会还在睡。小五想他早点把钱寄回去，只能去叫醒了他。睡得迷里糊涂的被叫醒，木头头赶紧抓起衣服和小五走了出去。习惯了跟小五走，木头头也不好奇起这么早去干什么，反正确定不会卖了他。翻车后，小五算是对蹦蹦有了恐惧，能开车的地方坚决开车，绝不再打蹦蹦。两人来到小五平常爱吃的早餐店，结果来得太早，早餐店还没开门。小五只要跟着木头头换一家吃去，来来去去换了好几个地方，两人才找到可以吃早饭的店。这店没有任何环境可言，就和咱们国家90年代的临街小店一样，土墙、木门、炭火灶，不过卫生还是做得可以。锅虽然破旧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表面没有任何油污。店里的桌上、地面也都很干净。一份牛肉汤，2张苍蝇饼，配上料，放块柠檬、辣椒，拼成一盘端上桌。为什么叫苍蝇饼？那是因为饼摊好后堆放在台面上，露天场地，苍蝇到处飞，一张饼上歇着好多只苍蝇，这不就是苍蝇饼吗？老板看人咬牛肉，老板给同胞木头头那碗咬了4块，到了小五那碗，老板却只给了3块。眼尖的小五发现了端倪，嚷了一声不巧。小五一嘴的中文，不知老板装作听不懂还是真不懂，转身就上菜去了。肉呀，又少吃了一口。看木头头吃饭是件很有享受的事，他吃东西吃得特别香，胃口也好，他喜欢把好吃的放到最后再吃。这和很多8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，80年代的人吃过苦，好东西并不是天天能吃上着，所以一有好东西就喜欢放到最后慢慢品尝。同样品种的早餐，小五和木头头的吃法完全不同。小五都是先去干掉牛肉，这牛肉全是清炖，没有调料干扰口感，吃起来特别香。被苍蝇爬过的饼子可没有牛肉吸引人。小五配着汤吃着牛肉，夹杂着啃了2口饼，饼没吃完，孤零零的在盘子里待着。小五望了眼木头头的光盘，惭愧，浪费了。原本打算吃完饭就在店里赞赏收益给木头头，但小五看着来往路人，又觉得不安全，没必要做得这么打眼，招人恨可不好，回车上给去。一上车，小五就告诉木头头，前天发的他媳妇生病的视频，有笔85元的赞赏收益，折合当地币差不多3万。小五就以3万整数给到木头头，这钱看起来不多，但对于非洲当地人来说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谢谢，谢谢。车祸后继续找房子。翻车前，本来谈好了一套别墅，说第2天签合同，但没想到第2天一早就被美国人租走。小五只好继续找房子。今天这天也和他小五作对，热到冒烟，紫外线值高达11，热出新高度。一路走一路闲聊，
小五讨厌这强烈的紫外线，照这强度晒下去，不用过多久，小五的小麦色就要变成非洲色。再黑，我就找不着媳妇了。马提亚斯当场表示，可以给他介绍个非洲的。小五立马投降，我可受不了，这话题聊不下去。小五催着马提亚斯快去找车，这大马路上走着，晒得太难受。路口停着蹦蹦，马提亚斯先去谈价，在这边做蹦蹦必须先谈好价再上车，要是没讲好价就走，到达后再说价，虚报多少那就不好说了，让他慢点。翻车后，小五对于做蹦蹦的心理阴影太大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现在打蹦蹦都是上车先交代安全，这一路又是堵车又是等中介，骄阳又太晒，导致小五的心情都暴躁了起来。总算人到齐了，走，看房子。这户别墅的房东规矩也是怪，不让中介进来，硬是要求中介在门外等。房东只让租房进去看内部陈设，小五进去一看，里面的装修算是最近看的房里最好的一户，还带有基础家具。可怎么越往上看，小五越觉得这里像幼儿园呢？有疑问也不影响继续看房。这套房每个卧室都有空调，厨房还放着2台大冰箱，整体条件都不错。小五便和房东谈起价格，沟通后房东要价170万，差点被人骗了。原来刚才跟小五谈价格的人不是房东，而是上一个租客。幸好马提亚斯和中介在门外一直关注里面的情况，看小五老半天没出来，就猜是在谈价格。两人赶紧提醒小五，千万不要付钱，这租客一旦收了钱，想追回钱就难了。浪费时间，继续看下一套。第2套是之前就看过的房，上次来看时还没翻新完，现在再来看，翻新后的效果确实不错，很干净。可这刚装修好就入住，甲醛会不会太重？在满屋都是甲醛的房间睡，起码少活几年。找不着合适的房子，小五只能退一步，打算租差点被骗的那套。这套还是算了，命更重要。和中介分开前，小五一再叮嘱中介联系房东，谈价。中介透露，就这一天，他带来看这房的就有5波，小五就是第5波。要是前面的有人租了，小五还是得再找房。房子太紧俏，就为了找房子，小五遭老大罪了。罪魁祸首还得是小偷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静等中介联系房东后听结果吧。